周良运见叶晨态度坚定，便忍不住叮嘱道：少爷，您千万不要因为在下去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发生任何正面冲突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叶晨点点头，周叔叔放心，眼下敌明我暗，想整罗斯柴尔德家族难看，让他们难受，可以说是易如反掌。说着，叶晨看着周良运，又道：周叔叔，我还有些问题，想请您为我解答。周良运忙道：少爷您尽管说。叶晨连忙问：我还想知道，我父亲究竟是如何触及九玄金絮以及九玄天经的？另外，我父亲又是如何与破清会扯上了关系？周良运感叹道：您的父亲有着和您相似的经历，他得到九玄金絮的过程和您得到九玄天经的过程很相似。叶晨联想到大舅曾经说过的一些信息，惊讶地问：难道我父亲也是从古董里得到的九玄金絮？对，周良运重重点了点头。叶晨连忙追问：具体是怎么回事呢？周良运道：您得到九玄天经，是您父亲委托我将九玄天经带到您身边的，但您父亲得到九玄金絮，则完全是一个偶然。说着，他具体解释道：当年您父亲和我一样，也喜欢研究周易，喜欢各种华夏的古董文物，所以他当时经常到皇后区的店面找我，我们也经常一起研究一些古董文物。那时候的我还没有开始为华夏找回流失海外的文物，只是单纯做古董生意。不过您父亲一直在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后来才受他影响，开始和他一起帮助那些珍贵的华夏文物回国。因为有共同的爱好与共同的志向，我与您父亲的成了很好的朋友。那段时间，我们家族的古董店接连遇到很多麻烦，也被不少人算计，全靠您父亲鼎力相助才能渡过难关。他是我们全家的恩人。说到这，周良运叹了口气，回忆片刻，娓娓道来：20多年前的一天，我们家在伦敦的店来了一个落魄的英国贵族，他因为遇到了重大变故，家里有许多古董文物着急变现，其中很大一部分古董都来自华夏。他知道我们家族在华夏古董方面比较专业，就找到我们，希望打包把家里所有的华夏文物都卖给我们。当时我专门飞去伦敦参与了评估，那个落魄贵族的家里一共有华夏文物487件，其中好东西也确实不少，单单是元明2代的青花瓷就有10几件，除此之外还有2件非常珍贵的粉彩，其他明清官窑瓷器更是多不胜数。在古董市场，青花瓷和粉彩是瓷器方面的天花板，价格一直都非常高，官窑也是品质和高价的代名词，价格也很坚挺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几件清廷有过明确记载的宫内藏品，价格更是不菲。这么一大批天花板级的文物，就算是打包优惠价，对方20多年前的最低报价也达到了2亿美金。我们的家族当年的生意规模虽然算得上比较大，但古董行业毕竟是一个非常压资金的项目，算一算家产可能有个10几亿甚至几十亿美金，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世界各地店里的存货，真要拿出2亿美金还真是有心无力。而且古董这一行，存货想变现也不能太快，存货越多越要沉得住气，因为古董这个行业跟股市一样，最怕的就是集中抛售砸盘。我可以一口气从世界各地买10个元青花瓷器，买的越多，市面上青花瓷的价格也就越高，但我绝对不能一口气卖10个元青花，那样的话，其他元青花的藏家可能就会恐慌，然后跟着抛售，把元青花的价格砸到地上。所以当时我们就算是想卖东西周转资金也不现实，否则这一单的利润可能无形中就被我们自己砸盘的行为给亏出去了。再加上抵押贷款的时间周期也比较长，所以当时差点吃不下这一单。当时我知道您父亲对古董也很感兴趣，所以就想拉上他合伙，一来能解决我手头资金的问题，二来也算是一起赚一笔钱。因为我当时估算过，那批古董拿进来，然后带回港岛陆续拍卖给国内藏家的话，2年时间出清，
回收3亿5千万美金绝对没问题。所以我提议和您父亲各自出资一半，然后利润也对半分。不过您父亲的意思是，他可以出这1亿美金，但他希望我能将那批古董一分为二，我家的那一半由我自行处理，他的那一半，他想通过华夏的驻美使馆捐回给华夏。我当时确实非常敬佩他的决定，所以当这批古董被我们联手拿下之后，我就把他们都秘密运到了纽约，然后请他过来亲自挑选。我那时候的想法是，不管您父亲选中哪些，价值几何，只要他选上的，都随他拿走转交大使馆，哪怕我们周家最终赔钱，这一单我也认了。说到这里，周良运感慨道，当时那批古董里最多的就是瓷器，我就和您父亲一起开始逐一核对清点这批瓷器。核对也很简单，就是打开每一件瓷器的独立包装，对照一下清单，找到清单上的具体明细，核对好之后拿出来检查一下，没问题再放回去，继续检查下一个。当您父亲从包装盒里取出1个越窑青瓷直壶的时候，那件直壶便直接摔在地上裂开，和您岳父一样。您父亲当时也是明显感觉到直壶的震动。接着我们2个人都看到了直壶裂开之后，里面有一本巴掌大小的古书。当时我们还以为那本书里记载了某段不为人知的重大历史。我们2个人一起坐在地上，我亲眼看着您父亲打开那本书，可紧接着那本书凭空化为灰烬消失不见。叶晨听到这里不禁感叹，看来九玄经序和九玄天经的隐藏逻辑以及触发逻辑都是一样的。对，周良运点了点头，道，当时我只觉得有些诡异，但您父亲却告诉我，书里的内容已经完全进了他的脑子里。我当时自然是不信的，觉得您父亲是在开玩笑，但没想到他竟然用店里的笔墨纸砚，将书里的内容逐字逐句地写了出来，而且一写就停不下来。我察觉不对，赶紧通知您母亲到店里，于是我们2个就陪着您父亲，他不停地写，我和您母亲就跟着把他写的一页页纸整理装订，耗费2天2夜，才将九玄经序全部整理出来。叶晨连忙问，周叔叔，你也看过九玄经序，那里面究竟都记载了什么？周良运道，九玄经序中记载的内容包罗万象，不过它的真正核心其实是一张需要从文字里一点点破译的地图。当时您的父母对研究与破解九玄经序非常感兴趣，我托您父亲的福，也浅浅地研究了一下，但我从小在美国出生长大，中文的底子不太好，发现内容确实晦涩难懂，很快就失去了研究的兴趣。后来您父母离开美国，回到华夏，据说费了很大力气去寻找九玄经序里提到的地方，最终历尽千辛万苦才如愿以偿。九玄天经就是您父亲从那个地方带出来的。叶晨忙问，那个地方是不是叫长生之秘？我不知道。周良运道，您父亲并没有跟我说得很细，他只是跟我说，这些事情我最好不要知道的太多。我相信他不愿多说，也一定是为我考虑，所以也就没细问过。叶晨问他，周叔叔，九玄经序的内容您还有吗？周良运迟疑片刻，认真道，少爷，您父亲曾经将他手抄版九玄经序的影印本给过我一套，我虽然没有细细研究，但那套影印本一直保存着。叶晨激动不已地说道，太好了，我之前就想好好研究一下九玄经序，但一直不知从哪能找到这部书的内容。既然您那里有影印本，那我或许能从里面找到些许线索。周良运面露难色地说道，只是少爷，您父亲将装有九玄天经的玉壶春瓶交给我的时候，曾经跟我说起，得到九玄经序对他对您母亲都是一场灾祸，对您则是福祸各半，而他对研究这本书也感到非常后悔，还说如果给他重选一次的机会，他更希望自己从没得到过这部书，没研究过这部书里记载的内容。所以您确定您真的要看这本书吗？叶晨自嘲一笑，认真道，周叔叔，我父亲之所以会后悔，是因为他原本是局外人，
原本可以安安稳稳过完一生，但却因为这本书被卷入其中，成了局中之人。可是他当年尚且还有得选，可我没有。我生下来，或者说我8岁那年，我父亲把命格剥离给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局中之人了。我没有资格选择是否入这个局，就连是否得到9玄天经，我也没有资格选择，因为我父亲已经为我做了决定，而我父亲也一定是被逼无奈。他知道我生在这个局里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在这个局里活下来。所以，您觉得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我还需要犹豫是否要看9玄经训吗？